Alright guys， 今天我在一个 Suzuki Swift Sport ZX33S 啦。对了，这一次来一个 Track Car 的版本哦，这样子根本是在射棒里面最快的一个 Stock Turbo。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我们就 Sport Mode AC Off。很爽一下，这个 brake 踩一点点，其实原装的 Swift， 我觉得那时候都很敏感了，这个更加的敏感，跳啊跳，track 就是这样。原装的离合器，可是有一个 Casco 的 1.5 way 的 LSD 啦。哇，我喜欢这个声音，赛车是有这个声音，3。爽！Good morning, everyone. 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来 POV 跟定然试驾系列啦。我后面又是一辆 Suzuki Swift Sport， 之前有试驾过一个原装的，然后试驾过 Stage 2的，可是那个 Stage 2的呢就比较可惜，轮胎还没有用完，车主还没有换，然后就感觉到还没有改到完啊，因为它还没有装 oil cooler 啦，然后轮胎的关系也发挥不到。可是今天呢就有缘分呢，就找我来试驾一辆全射棒里面最快的 Suzuki Swift Sport， 前提它就是一个 Stock Turbo 这辆 Suzuki Swift Sport ZX33S 啦。我们先去看一下这辆车改了什么，等一下我们上山试驾一下，体验怎么样啦？全射棒最快的 Stock Turbo ZX33S 在你们前面啊，不妨去 follow 一下这辆车的 IG 啦。那这辆车看起来非常原装哦，你看它前面只是多了一个 tow hook， 这个是 Casco 的，后面的 bumper 也是 custom 的啦。之前做的2分钟35秒775呢，那个它还是一个原装的刹车卡钳哦，还没有换4活塞，只是换了一个 Endless 的 CCRG 的 brake pad 罢了。刚刚换上了这个来自 AP Racing 5100的4活塞的刹车卡钳，非常的精致帅气啊 ！brake pad 当然也是用回了 Endless CCRG 的。这辆车的高度为大概是1根手指左右，用着 HKS Hypermax 的 GT4 的脚牙避震，前面的 Spring 是 8K， 后面是 5K， 轮圈呢是用着 TC105X ET25 8.5节节，轮胎尺寸呢为245/40 R17， 用着 Bridgestone 的神胎 RE71 RS。你看一下前面的 camber 开了4.5度啊，开玩笑，这个是真的是给车棒的赛道的。这辆车是从 JB 上来的，如果是驾长途就真的是辛苦了。顺便给你们知道一下，如果你开 camber 的越多，你走直线越难驾。原装的悬挂设置，前面是一个麦花臣，后面是个扭力梁啦，所以后面是开不了这个 camber 的，但是可以买 camber kit， 但是还没有去装啦。前面可以放245的轮胎，后面就放着225/45 R17。你很明显看到前面的凸出来非常的大，有没有？2根手指多一点点的高度，保持了原装的卡钳哦。可是你很明显看到前后的 offset 不一样啦。Full custom 的 exhaust system， 后面的 tip 是非常特别哦，好像勾上来的，感觉上像一个吹风筒的感觉吧。后面呢就拆空了，这边有一个 RRP、Roomba， 还有 Harness 的锚定。至于内饰方面，就换了一个 Bright Strada Bucket Seat， 来自于 Sparco 的一个方向盘。然后你会看到这一边呢就 custom 了这些 button， 当然这些是最近很流行一下的 FK8、FL5 都会换了，所以这里是 Horn。原装仪表在这里加了一个赛车的仪表，然后这边我会发现到一点哦，这个 on off 我不懂是什么来的啦，可是这里一个把灯按一下，哇啦，原来这棒车也是有灯的哦，玩啊，哇，这个角度很低耶，赛车就是赛车嘞，因为原装的方向盘它是有一些功能的，比如说它有定速巡航那些啊，所以这些我不了解是按什么了的啦，这个是要车主才懂的。当然这辆车也没有什么 Sport Mode 啊，驾驶模式可以更换，如果是像 FK8、FL5 那种，至少有一个 Plus R
button 在这个挡挂的头哦，应该是 K-Tune 的，我看到那个 logo。RRP Short Shifter， 哇，真的是比原装更爽哦，我们换挡会更加的清晰，我是喜欢那种感觉，有没有 ？Gear Ratio 还是一个原装的哈，当然这辆车也加了一个 LSD 啊，1.5 V 来自于 Casco 的，推头更加的少哦。打开引擎盖看一下前面哈。它也没有改什么大名牌上去啦，只是 intake 有经过改装咯 ，HKS 的 intercooler、HKS 的 oil cooler、HKS 的 blow off SQV、secret flow exhaust system， 当然是 stock turbo， 引擎的 internal 也是 stock 的，当然它也是有 remap 过了的啦。这辆车它现在轮上的马力是171匹马力，32.9个公斤米，我算了330好不好？原装有没有大概120到130左右吧？我的 stock 应该是也是220、200样。代号为 K14C 的1G 1.4公升的涡轮增压的4缸引擎，再加上它是一个手排变速箱，所以它的改装潜能也大。改装的东西都介绍过了，不如我们去试驾吧。没有一个特别让你去认的车，它没有什么 logo 啊，只有这个灯哦。这个昨天去了一下 Suzuki 的这个 Kamit 我们去试驾了 ，Let's go。所以我们有的看 RPM meter、intake、temp， 还有这个是水温啦。没有 Hue Hold Assist 这辆车，原装的离合器啊，可以打鼾哦，这辆车。主要是这辆车的这个扭力蛮高哦，这辆车。我来磨一下轮胎也好。磨，嘿嘿嘿嘿。有的显示几号档，我很喜欢这个，因为原装 Swissport 就是切了一个显示几号档位。哇，有 LSD 就是爽位，对准哪一个头区就是哪一个头区。哇，阿下过弯。那个 LSD， 之前是那2辆，一个原装，一个改装 Stage 2啦，就是我觉得欠一个 LSD 啊。Track car 就是这样。而且这辆车的原装的 gear ratio 已经很美哦，我很喜欢哦。好像在手帮踩 A-back 这样哦。嘿嘿嘿。哎呦，用力用力。我很喜欢它的那个灵活性诶，爽到！我还上到5号牙，哦，我刚刚忘记关 traction 了，其实不用紧啦，也是很 OK， 它很肯让我去。traction 出来了，刚刚。
刚刚看到他了哦。这个才叫驾车好的。你看人家蓝宝都可以让路，为什么你们驾普通车不让路？这个就是心态的问题，你知道吗？跟素质上的问题。对，谢谢你们。等一下他们先来啊，有我的朋友在后面。哇，这辆车经过改装，有没有 camber 开4.5度，真的是西北爽哦。可能你在直路会比较难驾啊，这个 steering 啊，方向盘就是摆一点点就都非常敏感了的，直路比较难驾。可是，在这种山路的话 ，OK 啦，因为我想象中 track car 哦，track 是 track 的 spec， 可是放在山路这边会比较没有这样好。谁知道我现在驾到 OK， 我有人拍我们呢，我驾到 OK 哦，有时候 track car 是做到很硬，可是这辆车我还觉得很可以。收发这个山路是可以啊。哇，所以啊，让你嗅一下它的味道了，烧机油。没有晒米热的哦，快有的哦，晒米热。这辆车的 radiator 还是原装哦，我们没有提到，没有，其实没有换过。然后就是加了一个 oil cooler 就可以了，这辆车足够了。这个是啥？车坏了哦，我也是 block 不能上就够了。FD2R yeah。这辆车过磅不懂会不会难呢？会不会卡了？我也不懂呢。刚刚到现在都没有过磅。OK， no problem，let's go。开灯，怎么大灯没有啊？哦 ，OK，Thank you。我会建议买这款，多过买 Fit RS 哦，因为它是 Turbo 哎 ，Fit RS 还是 NA 的，虽然是这帮可以讲时间可以也是不错，可是 Turbo 的讲潜能都比较大，直线加速都会比较快一点。我觉得我会选这辆啊，而且现在是很适合买的一个车 ，for daily drive 也是很好驾的这辆车。LSD good。
空了哦，这辆车轻了很多一下，感觉到。这边要慢一下 ，OK。比我想象中 track car 的 setup 在这条山路容易驾很多，也好驾很多。OK 嘛？哦，要慢了，100度了，对不对？又没有了。这辆车其实在Sepang2、3圈不是问题的啦，因为Sepang一直有在撞风，尤其是晚上驾更好。我们现在山路的话就比较艰难，是 Stage 2，因为半山以后哦，这个速度也慢了一点。顺便等一下他们。OK 了，不要紧啊，因为我慢下来反而更99啊。101反而更慢，更上速度。觉得我要就是速度提上去一点点，有点了，我要等他们呢。所以你看啊，其实，在云顶这个弯道的话，或者是Sepang的话，弯多，马力大其实不是优势，最主要是这辆车的优势就是我虽然马力不够人家大，可是我的车够轻，我的车的灵活性够好。所以足够让我在山路啊这些弯道发挥到这么好。OK 啦，这里够人了，哈哈哈！哎。这辆车期待它以后再继续改会怎样呢？不懂会不会改大 turbo 呢？会不会改 ball bearing 啊，还是什么？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是引擎的室内都是原装 ，turbo 也是原装。很爽是不是？看到 Sweet Spot 心动了吗？有没有打算买一辆来玩？100出一点点罢了，来让 import 进来。然后其实你也不需要改到像这样，因为你不是 track 用嘛，这辆车是下 track 嘛。如果你不想要 track 用的话，其实像之前我驾的那辆这样子改一个 adjustable 这样子已经是很足够了。然后好的打压，但是你们有没有好奇这辆车怎样塞进一个245在前面呢？还要8.5 JJ 嘞 ，camber 要开4.5度。exhaust 很大声 ，Wake up everyone！
实这辆车哦，我觉得如果你以原装或者改装来讲啊，它会有一点点的那个少许的 double lag 一点点，所以你每次换牙其实要快。你如果接不上的话，你会感觉到你踩回油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我可以形容好像类似像 throttle lag 的那种感觉啊，所以你换牙这样快，你才能接上那个力上去，车才会更加的顺。可是这种 short shifter 我喜欢的，真的很爽，而且又高，它很适合我的这个高度啊。然后信我啦，换了一个这个方向盘的驾驶体验就不一样的哦，整个没有 airbag 的重量就是好。主要这个影片是让你们参考一下 Swiss Sport 可以怎样玩啊。杰登看到了没有？你的车倒摆几时要换哦？倒摆之后 exhaust 比较大声一点哦 ，coast 会更加的凶。卖。过弯快，这辆车有做过 corner weight， 也是有做过称过重量。如果是说55%的剩下的油桶哦，是大概960公斤左右而已哦，够轻巧。所以它就是以前那个时代的 EK 跟 EG。非常感谢车主啊，让我们去操这辆车。虽然它是在10磅操之外，还是第一次跑山路哦。非常感谢他们，你们不妨可以follow他的 IG 啦。来，4.5度 camber。RE711RS 245的轮胎，哇！我相信我们街上很少人会用这样子吧。我觉得用225已经是很顶了。这辆车，你看后面225的轮胎，这辆车基本上蛮好驾的。我只要出弯，我踩一个油哦，哇，那个车头对着哪里去，有 SD 就是不一样，很爽。然后它的屁股也蛮听话的这个 setup。Alright， 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拜拜。